人对未来的预测都跳脱不出当下技术和思维的限制。最典型的例子就是，如果你问一个50年前的人未来是什么样子的，他可能会告訴你汽車會在天上跑。歡迎翻去東大透視啊！如果你中意呢條片嘅話，麻煩撳一下 like 同埋 subscribe 我哋嘅 channel。就好似余承東喺上面講嘅會議提及嘅咁，喺 3G 同埋 4G 時代，隨住技術嘅發展，運營商嘅收入佢喺度持續下降。例如語音、短信等嘅業務都基本上消失啦，因為人們都唔再需要打電話同埋發短信，只需要通過第三方軟件，比如 WeChat 同埋 WhatsApp 就可以免費做到呢啲嘢。而 5G 嘅出現就可以令運營商提供唔同速度嘅服務為理由，對客戶收取唔同價格嘅資費，令到運營商重新奪回定價權。咁倘若 5G 嘅願景可以全部實現，亦都情有可原。但問題係 5G 嘅實際應用同埋華為最初嘅願景相去甚遠。喺中國嘅支付平台上有一個討論串，名為何同學 5G 視頻結尾嘅5年之期已到，過去 5G 發展大家覺得點樣呢？其中有一名為雷諾子模嘅用戶自稱同何同學一樣係 5G 手機嘅早期用戶，5年落嚟啦，5G 嘅一啲基礎性問題佢覺得係一啲都冇解決到。首先係速度，喺唔同嘅地區 5G 用戶嘅速度可以有好大嘅波動，速度呢個問題我哋後面再探討。然後係耗電量，旗艦級嘅 SoC 芯片嘅 4G 同埋 5G 續航大約依然會相差20%到30%，意思就係手機喺滿電嘅狀態下，開咗 5G 就可以用8個鐘，而關 5G 用 4G 就可以用10個鐘。再然後就係我哋之前提到以及冇提到嘅應用，所謂嘅 5G 手術究竟係做過幾長 ？VR 同埋 AR 喺2024年，甚至係本視頻發布嘅2025年，早就連同 Meta 嘅元宇宙概念一齊瓜柴咗啦。咁至於萬物互聯呢，就唔係話冇發展，但係遠遠就冇去到2019年各大自媒體想象中嘅咁樣，而且大部分應用其實同 5G 都冇太大嘅關聯。雷諾子模提到嘅 5G 手機嘅功耗問題，其實亦都同樣存在喺 5G 基站之上。5G 宏站單系統典型功耗係 4G 基站嘅2到3倍。有人計算過，假設達到同樣覆蓋情況，全中國 5G 網絡基站咁嘅配套設備嘅電費將會達到2160億元，係 4G 嘅大概10倍。不過呢啲基站亦都係有節能功能嘅。喺 5G 鋪開嘅早期，因為使用嘅用戶唔係好多，所以大部分基站都會喺低使用場景嘅時候處於休眠狀態。咁喺呢個時候呢，用戶嘅設備就會自動切換到 4G 網絡，咁就係前面提到嘅 5G 網絡速度唔穩定嘅原因之一。咁比起電費呢， 5G 基站仲有一個更大嘅問題就係覆蓋範圍。比起 4G 每個 5G 基站嘅覆蓋範圍要細好多。咁樣理論上嚟講，要達到同樣嘅覆蓋率，就需要比 4G 設置更加多嘅基站。此外呢，喺人員密集嘅場景之中，需要一套室內嘅分佈系統，亦就係利用室內嘅衛星設備去增強信號。但係咁又意味住要更多嘅設備投入同埋維護成本。業內人士認為，要達到最佳嘅效果，室內分佈系統嘅投資將會佔 5G 總投資嘅30%到40%左右。以成都天府國際機場為例，呢個區域總共有29個宏基站、308個微基站、1.3萬個室內分佈天線。咁大嘅功率，耗能咁犀利，恐怕冬天都可以慳翻一筆空調錢啦。5年前，大多數的文章都沒有預測到 4G 栽培出了移動互聯網這棵參天大樹。那麼 5G 這片更肥沃的土壤裡會開出怎樣的花？我相信還是會超過所有人的預料。截至2023年9月，中國累計建成開通318.9萬個 5G 基站。喺手機方面，截至2024年4月，國內 5G 手機嘅出貨率佔比達到咗84.1%，但係呢個數字係基於 5G 手機去計算嘅，亦都即係話具有 5G 功能嘅手機。而喺套餐應用方面，截至2024年11月底，中國 5G 移動電話用戶達到10.02億戶，佔移動電話用戶嘅56%。按照之前2023年嘅增長數據計算，
到咗本期節目出街嘅時候，應該 5G 用戶嘅比例能夠達到60%。咁相比之下呢， 4G 鋪開嘅5年之後嘅2019年12月底，中國 4G 用戶總數就已經去到12.8億戶，全年直增1.17億戶，佔移動電話用戶總數嘅80.1%。無論係數量抑或比例，5G 嘅發展速度都遠遠不及當年嘅 4G。更加唔好講 5G 用戶有時候喺偏遠地區都要用翻 4G 嘅網絡。而喺物聯網方面，截至2024年11月底，3家基礎電信企業發展蜂窩物聯網終端連接26.42億。喺同一個月，工信部等11個部門印發嘅 5G 規模化應用強化行動升級方案，提出到咗2027年底要實現 5G 物聯網終端連接數量超過1億。亦都即係講，假設2027年嘅計劃實現 5G 物聯網連接數喺物聯網連接中所佔嘅比例，亦都僅有2%左右。當前物聯網連接仲係以 4G、NB-LTO 以及逐漸退出嘅 2G 為主。而喺另一方面，大家都以為要被取代嘅 4G， 佢喺中國 5G 發展嘅同時，仍喺度繼續發展。要知道 4G 嘅 LTE 技術嘅全稱係 Long-Term Evolution， 長期進化。當中國選擇全面鋪開 5G 嘅時候，中國嘅 4G 設備停留喺第10版甚至係第8版嘅階段。而喺中國嘅其他地區， 4G 已經升級到第14版，增加咗好多功能，能夠達到600 Mbps 嘅下行帶寬，同埋和同學當年測試嘅視頻中嘅700亦都係非常接近㗎啦。而且 4G 升級同埋維護費用要遠遠低於 5G， 亦都因此國外運營商鋪設 5G 嘅積極性遠不如中國。以日本為例，喺郊區嘅好多地方幾乎接收唔到 5G 信號，全球嘅70%嘅 5G 基站，呢啲食電大戶都設置喺中國。咁當然啦，呢個優劣比較呢，亦都係我哋一般人喺網絡上套取下嘅啫，因為運營商係唔會理我哋嘅。畢竟華為同埋運營商都有自己嘅小算盤啊嘛。喺 5G 設備應該係收回架設成本嘅今日，設備供應商又開始推廣基於地面波嘅 5G-A 技術。據稱，中國好多城市嘅商業中心、交通樞紐、旅遊景點都已經鋪設咗 5G-A 網絡，部分區域嘅峰值已經達到咗 5Gbps 以上。呢啲服務對應嘅業態有高清直播、VR、AR、裸眼 3D、雲遊戲、全息通訊。但問題嚟啦，實際上有幾多設備真係可以用得上 5G-A 呢？咁當然啦，作為韭菜，中國人干涉唔到中國3大運營商嘅運營方針。喺 4G 服務尚未退出歷史舞台嘅前提下，韭菜都仲有部分嘅自主選擇嘅權利。何同學當年嘅 5G 推廣視頻，將佢送上咗《人民日報》，亦都成為咗佢視頻博主生涯嘅高光。喺幾年後嘅2025年，何同學再次回歸公眾視野嘅時候，新聞標題居然係為不給網約車司機打好評而自豪。而作為設備銷售商嘅華為，早已通過 5G 狠狠咁大賺一筆，喺東莞建設起咗歐式小鎮風格嘅總部。有趣嘅係，嗰啲使用 5G 手機嘅中國人，紛紛將呢個華為總部當作係旅遊景點，爭住去拜神咁拜。而我哋嘅魚大嘴早已經站上咗一個全新嘅舞台。女士們、先生們，讓我們歡迎華為首次中國智能汽車解決方案第一董事長余承東先生。呢個又係中國源源不絕嘅韭菜種植基地。呢期節目就先到呢度，我哋